近期一份补缴税款公告引起的社会的极大震惊，罕见地出现了补缴30年前税款的情况。上市公司维维股份发通告，因源控股子公司湖北之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江酒业因为按规定的申报期限对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消费税进行纳税申报，被相关部门要求补缴税款逾8500万元。不仅实体生产企业遭到处罚，政府也即将在全国推行电商税。近日，电商之都杭州近日迎来史上最严税务处罚，一家知名服饰企业因税务问题需补缴税款及支付高额罚款，刷新服装类电商企业最高罚款额，引发行业震动。税务部门核查了这家公司在2014年1月至2021年6月期间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2.12亿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稽查局对其处以追缴税款的行政处理，罚款金额为偷税数额的 0.7 倍 1.49 亿元。除上述的罚金外，加上补缴和罚款金额，该公司被罚总金额达到 3.6 亿，老板被罚的倾家荡产，直接成为了失信执行人。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倒查了7年账，也是突破了过去倒查3年的惯例。目前随着政府开发的税务软件功能超级强大，技术手段不断升级，税务机关查企业一翻就是很多年。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6月13日晚间 ，A 股上市公司博汇股份公告称，基于目前公司经营资金困难，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起对40万吨每年方汀抽提装置、40万吨每年环保方汀油生产装置及相关配套装置进行停产。原因是公司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谢浦税务所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公司重方汀衍生品按重方汀缴纳消费税，对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及2024年一季度的利润影响分别约为 3.0 亿元和 2.0 亿元，对公司2023年度业绩以及未来年度生产经营均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023年公司业绩将由盈利转为大额亏损。公司发布公告称，为控制运营成本，公司将采取各项节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逐步安排员工放假、减薪、裁员等方式，努力维持日常经营活动。接着奏乐，接着舞。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政府财政急速恶化，入不敷出，各地纷纷出现公交停运、医院欠薪，甚至每个月政府外包的保洁服务也因为无力支付而导致城市被垃圾淹没。现在政府终于举起了税务这把锋利的镰刀，多家企业被勒令补交税款，少则数千万，多至9亿元人民币，已有企业不堪重负宣布停产。网络社交平台上已炸开了锅，有人惊呼：打土豪又来了！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已经搁置了30年的税款，为什么放到今天才来查？为什么审计不审？问题就不会发现？是企业太狡猾，还是稽查不到位？需要一并调查。再看看其他地区的政策，湖南耒阳坚持开源挖钱，在财税征收上下功夫，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不断增强税收成色。浙江上虞强化税收征管，坚决打击偷税、逃税等违法行为，确保税收收入颗粒归仓，应收尽收。湖北黄石积极挖钱，扩宽税源渠道，督促各项税收颗粒归仓，应收尽收。云南楚雄加大税收稽查力度，确保税收收入颗粒归仓，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有些地方政府的话说得很明白，比如楚雄说税收稽查要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安排。从发展形势看，越是预期不稳，市场调控越容易失灵。这样倒查补税的措施无异于杀鸡取卵，榨尽私营企业的最后一滴油水。
下一个收割目标必定是银行账户里存款丰厚的富人。眼下房地产和电动车市场双双低迷，中国政府出台了倒查补税措施，瞬间引发了民营企业极大反弹。他们认为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会进一步加剧民营企业的困难处境。正如 Charles Dickens 在《双城记》里所说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别的坚持后，再洗个